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訂婚宴的氣氛熱鬧非凡，準婆婆傅秀梅盛裝出席，一身紅色的禮服顯得格外喜慶，臉上濃厚的妝容更是讓她看起來比平時光彩照人。她一落座，就迫不及待地開啟了她的演講。嬌嬌啊，既然你們訂婚了，我就把你當作自家孩子來看待了。傅秀梅的聲音洪亮而熱情，仿佛她真的是一個慈愛的母親。結婚的3金，我們打算買銅的，這象徵着你和劉進永結同心，攜手一生。聽到這裡，我爸媽本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逐漸消失了。我明白傅秀梅一直對我不太滿意，但沒想到她會在這種場合說出這樣的話。關於彩禮，傅秀梅輕描淡寫地說：“反正我們的錢以後都是你們的，這次就免了。”我爸媽的臉色徹底黑了，我也感到一陣尷尬和無奈。回想起我第一次去劉進家，傅秀梅的態度就讓我感到心寒。她不僅沒有給我紅包，還用隔夜的剩菜招待我。那些黑乎乎的菜肴，我至今都難以忘懷。為了劉進，我勉強自己吃下了那頓飯。那天晚飯後，劉進的嬸嬸來家裡串門，她看到我時一臉疑惑地問我是誰，而傅秀梅則忙不迭地解釋說：“哦，他呀，就是劉進的普通同事。我家劉進長得帥，招女孩子喜歡，總有小姑娘往上貼。”她甚至自豪地說：“劉進長得隨我，我年輕時也是大把人追的。”我站在一旁，尷尬得無地自容。而更讓我失望的是，劉進竟然沒有為我辯解一句。回去後，我和劉進大吵了一架，他跪在我面前道歉，承諾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想到他平時對我的好，我選擇了原諒他。但那之後，我再也沒有去過他家。直到我懷孕，劉進緊緊握住我的手，將我的思緒拉回到現實。老婆，從今天起，我的工資卡全部上交給你，我什麼都聽你的，你只要負責養好胎就行。他深情地看着我說道。然而傅秀梅卻立刻表示不滿：“兒子啊，你真是有了媳婦忘了娘啊，真是個白眼狼。”他的話語中充滿了陰陽怪氣。想想我10月懷胎的辛苦，還有這麼多年來的栽培，真是不知道便宜了哪個小賤人。儘管他的話讓我感到極度不舒服，但今天是我們的訂婚宴，我必須得忍。幸好我爸媽剛剛出去招呼賓客了，沒有聽到這些刺耳的話語。就在訂婚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，一個皮膚白皙、身材高挑的女人走到了傅秀梅的身邊。傅秀梅熱情地向劉進招手：“進兒，快過來，你一直念叨的金金來了。”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位就是劉進的青梅竹馬江金金。江金金笑着走過去，毫不猶豫地抱住了劉進，而劉進也沒有躲開。這一幕讓我心裡很不是滋味，我猛地咳嗽了幾聲，劉進這才注意到我，然後推開了江金金。傅秀梅看着他們倆，似乎是無意地說道：“進兒，你以前可是吵着要娶金金的，怎麼現在長大了，你們2人反倒拘謹起來了？”劉進的耳根子都紅了，他急忙道：“媽，別說了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”傅秀梅卻不以為意：“小的時候，你和金金都睡在一起，我早就把金金當作自己人了。金金，你也不會介意的，對吧？”江金金嬌羞地點了點頭。可惜，我和你們家到底還是沒有緣分。聽到這話，劉進和他深情對視，場面一度很尷尬。加上江金金今天的穿着打扮都非常隆重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和劉進才是一對呢。最終，
媒婆實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對傅秀梅說：“今天是嬌嬌和靜兒的大好日子，我們還是不要冷落了主角，等會兒讓他倆好好給你敬杯茶吧。”傅秀梅冷哼一聲，不情願地坐了下來。隨後我們也各自回到了座位上。整個過程中，劉進雖然坐在我身邊，但一直偷偷瞄向江晶晶，而江晶晶也時不時地往我們這邊張望，這讓我感覺自己好像成了棒打鴛鴦的壞人。接着，劉進和我先給我爸媽敬酒，由於我懷孕不能喝酒，所以只能以茶代酒。我爸媽對劉進還算滿意，看着他給我爸媽敬酒的樣子，他們也點了點頭，表示認可。回到酒桌上後不久，劉進就給我倒了杯茶水，然後說要去一趟廁所。按照習俗，這個時候我應該給準婆婆敬茶了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眼皮一直在跳，總感覺有什麼事情要發生。突然手機震動了一下，我收到閨蜜發來的幾張圖片，點開後我如墜冰窟。就在這時，劉進回來了，拉着我去給傅秀梅敬茶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試圖平復激動的心情，但雙腿卻有些發軟。當我走到傅秀梅的面前時，她仿佛沒有注意到我，眼神飄向遠方，場面稍顯尷尬。但我還是鼓起勇氣喊了聲“媽”。一旁的媒婆笑容滿面的附和：“兒媳婦在喊你呢，快點喝茶吧。今年喝了這杯兒媳婦敬的茶，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孫子，後年再添個小孫女，多有趣呢。”周圍的人都發出了善意的笑聲，然而傅秀梅卻面露不悅：“你這一聲媽叫得有點早啊，現在應該叫阿姨才對。”現場的氣氛一下子降到了冰點。江晶晶看好戲般的朝我這邊望來，劉家的親戚們也開始竊竊私語，議論聲此起彼伏。有人提及改口費還未給出，這聲媽的確叫得為時過早。聽說劉進的未婚妻已經懷孕了，現在的女孩子真是缺乏自重。要是我女兒未婚先孕，我非打斷她的腿不可。還沒過門就開始扮演婆婆的角色了，婚禮都省了，直接準備滿月酒吧。老劉家這次又節省了不少啊！我向劉進投去求助的眼神，但他只是緊抿着嘴唇，默不作聲。回想起之前和劉進的種種，我們原本是做好防護措施的，但不知從何時起，他開始哄騙我說：“你遲早會成為我的妻子，我們全家都期待着你的懷孕，早點到來不是更好嗎？”我們原本商定好的8.8萬彩禮，以及去老鳳祥選購3金的承諾，如今全都化為泡影。我終於明白了，他們家是打算利用我懷孕這件事來牽制我。我緊握雙拳，一直在努力忍讓，但事已至此，就別怪我翻臉不認人了。我母親心疼地看着我，輕聲喚道：“嬌嬌。”我示意她保持沉默，猛然轉身，我狠狠地甩了劉進一巴掌：“你看看你，在這麼重要的場合，不叫自己的親媽來，卻叫來了這樣一個貨色。我曾經學過泰拳，手勁自然不小。”劉進被我打得一臉懵逼，慌亂地撫摸着自己的臉頰：“老婆。”由於我佩戴着美甲，他的臉上頓時顯現出一道長長的血痕。傅秀梅氣得臉部抽搐：“你胡說八道什麼？誰教你打自己男人的？有沒有家教？我好好的兒子被你打成什麼樣了？反了你了！”話還沒說完，我轉頭又給公公劉偉一個大嘴巴：“正經日子不叫正妻，叫個妾來。”是沒把我這個兒媳婦放在眼裡。劉偉臉上也留下了血痕，但他是個軟蛋，屁也沒放。現場賓客大多都是劉進家親戚，紛紛為他倆說話，哪像個新娘子，活脫脫一個女瘋子。以後劉家可有得氣受了。
可不是，娶這種女人進門，真是倒到家。我冷眼看着這群人，直接掀了桌子，嘩啦啦，湯汁菜品摔了一地。傅秀梅開始尖叫啊！孫嬌，就憑你今天的表現，你就是跪在我家門前3天3夜，我也不會讓你進門。吃了雄心豹子膽，還沒進門就打男人打公公，以後還了得？我直接將手裡的熱茶潑過去，茶葉掛在傅秀梅臉上，很是滑稽。閉嘴吧，死老太婆！這婚我不結了。我媽拉住我的手，我早就看這個老娘們不順眼了。走，跟媽走。我爸也衝了上來。我的好女兒，不論你做什麼，我們都支持你。我心頭一暖，不論什麼時候，父母都是我最大的靠山。劉靜見我要走，上來攔住我。你怎麼能這麼對我爸媽？他們可是你未來公公婆婆。你現在向我爸媽磕頭道歉，再自扇10個耳光，這事就算了。我招手讓他過來，他也沒多想，我一腦袋撞他大腦門上。到你媽！劉靜躲閃不及，吃痛地叫了聲哎呦，走到大門口，傅秀梅還在發瘋。孫嬌，你膽敢走出大門一步，就別想進而娶你。我爸媽挽着我，頭也不回地出了大門。傅秀梅還在身後謾罵，可是跟我有什麼關係？回到家以後，我的眼淚就繃不住了。我媽抱着我，嬌嬌，想哭就哭吧，哭出來會好受點。我哭到沒力氣，才沉沉地睡去。直到第2天，劉靜都沒有打我一個電話。這段時間我心情也不好，索性請假關在家裡。可是接下來，傅秀梅和劉靜上門了，他倆把我家門拍得震天響。孫嬌出來，今天不賠我家錢，我跟你沒完。我想開門，我爸讓我別怕，他拿着掃把衝了出去。別來打擾嬌嬌，有什麼事衝我來。傅秀梅看是我爸，臉色也沒緩和多少。親家公，既然你來了，我們就好好算筆賬。本來倆年輕人情投意合，我們做家長的很支持。可是嬌嬌弄得我劉家丟了面子，搞砸婚宴，這筆錢不得不賠。我爸問：哦，要多少錢？傅秀梅也敢說，菸酒錢加上菜錢6萬。經過孫嬌這麼一鬧，我們家靜兒的聲譽多多少少受影響。但念在孫嬌是我孫子親媽的份上，就給個10萬，攏共就是16萬。我懷疑我耳朵出了毛病，一個大男人還要生育費。我爸臉一黑，我女兒搞砸訂婚宴，菸酒錢確實該我家賠，但是訂婚宴沒能如期進行，你家也有份，所以我家只承擔一半。至於生育費，我家沒問，你要青春損失費已經夠給你面子了。傅秀梅拉扯着嗓子不幹了，我家靜兒這3年給你吃，給你喝，你不賠點錢說不過去吧？你要是不幹，我就鬧得盡人皆知，讓你沒臉做人。在一起3年，我給劉靜買的都是大牌衣物，劉靜每次都是給我買拼夕夕，什麼時候變成他給我吃喝了？我爸搖了搖頭，知道遇到難纏的了。傅秀梅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我好好娶個兒媳婦，鬧得人財兩空，我容易嗎？我一個鄉下婆子，竟被臭丫頭欺負。很快，她的聲音吸引了左鄰右舍。蒼天呀，我兒子被騙財騙色，現在想拿回屬於自己的錢。孫嬌硬是不給，有沒有天理了？好好的訂婚宴，孫嬌打我兒子，打我老公，簡直是母夜轉世。鄰居們一個個臉色各異。聽說孫嬌前陣子打了未來夫家，小小年紀看不出來這麼厲害。這樣的女人要不得。傅秀梅一聽，眾人倒向她那邊，表演得更歡了。大家快來評評理，孫嬌搞砸了訂婚宴，是不是要賠錢？我就要個16萬，我過分嗎？眾人紛紛點頭。孫嬌他爸，孩子做錯事就該認，賠點錢是小事。傅秀梅，
可不是嗎？看在他是我孫子媽的份上，我已經不跟他計較。你都不知道，那天我的老臉都丟盡了。我一生行善積德，怎麼會讓我遇見這種事？我氣得後槽牙咬得咯咯作響。我扭頭問劉進：“你是不是男人？”劉進被我問懵了，半天不說話。好，既然你不說，那我替你說。我很想知道傅秀梅在知道真相後是個什麼態度。我將事先打印出來的照片扔在地上，照片上是劉進和江晶晶的親密照。劉進不敢置信地趴在地上，慌亂地撿照片。傅秀梅看了一眼，卻並不驚訝，看來她早知道了。我抱着胸：“你說是我搞砸訂婚宴，不如看看照片，是誰背着我亂搞？還問我要生育損失費，我沒問你要青春損失，你就偷着笑吧。”我爸看到照片也氣壞了：“嬌嬌，你怎麼不早說？還有臉賠錢？沒門！”隨即一拳頭打在劉進臉上：“畜生！”我爸力氣大，劉進後退了好幾步後倒在地上。傅秀梅趕忙上前去扶他，哆哆嗦嗦地站起來：“嬌嬌，我那天喝多了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發誓心裡只有你個人。”傅秀梅氣得很，跟這個賤人道什麼歉？男人嘛，在外面有一兩個紅顏知己很正常，只有沒出息的男人才會吊在一棵樹上。我爸也不再聽他們廢話，直接拎出泡腳水往兩人身上倒：“趕緊滾，別髒了我家的屋子。”眾人這才明白，原來是男方出軌。我就說孫嬌平常是個乖巧的女孩子，怎麼能生這麼大的氣，還好意思上門來要錢？我是孫嬌他爸，把兩人非打一頓不可。劉進和傅秀梅被淋了個落湯雞，全身濕漉漉，很是滑稽。劉進還在不停地跟我道歉：“嬌嬌，我錯了，原諒我好不好？不是說好在一起一輩子的嗎？”傅秀梅卻讓他閉嘴：“沒用的東西別再說了，她還懷着你的孩子，我看她還能不能找到下一家，到時候非求着進我們家不可，到時看她還神氣不神氣。”我爸聽不下去，叫了安保將二人趕走了。傅秀梅還在罵：“孫嬌，你個沒人要的爛貨，你遲早跪着回來求我，到時我非拉着你跪在劉家列祖列宗面前磕頭認錯不可。”劉進常常給我發信息，我嫌煩，直接拉黑了。猶豫幾天後，我也做好了決定。我媽抱着我，哭紅了眼：“沒事，有媽陪你，別怕。”手術約在下午。我在床上疼得死去活來後，有一股熱流從我體內流了出來，我慘白着臉，仿佛全身力氣都被抽盡。我媽看着我，又不禁紅了眼眶。這段時間我一直休養在家，等到身體恢復得差不多，就去了公司上班。原本以為我和劉進不再有糾葛，沒想到傅秀梅又來到我公司。她拉了一條橫幅在公司門口：“井號惡毒女人孫嬌騙婚騙財，趕緊還錢！”井號，她拿着大喇叭又哭又喊：“孫嬌騙婚後，害得我兒子抬不起頭，還捲走了彩禮錢，拿了我家的3金，現在說不結婚了。這樣的女人，你們公司還敢要？”眾人都看向我，他們知道我前陣子訂婚的事。嬌嬌居然是這樣的人，我看她婆婆也真慘，人財兩空，拿了彩禮不跟人結婚，可說不過去了。你不知道吧？現在多的是騙彩禮的，騙完這家騙下家。我看着傅秀梅洋洋得意的臉，恨不得撕了她的嘴。領導也來了，她有點擔憂地將我拉到一邊：“不要將私事帶到工作中來，這會給公司造成困擾。”我點了點頭，朝傅秀梅走去，一把搶過她的喇叭，不顧眾人驚訝的眼神道：“不錯，我是悔婚了，是因為我婆婆說3金買銅的象徵永結同心，
彩禮遲早是我們的，也不打算給，這些我都能忍。同事們個個不可思議地睜大了雙眼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可我老公在我訂婚前夕出軌了，這事他們全家都知道，所以我悔婚。眾人這才明白了，這種壞男人就該甩掉。還好你沒結婚，結了婚才叫後悔。原來是老太婆顛倒是非，差點被他騙了。傅秀梅急了：“孫嬌，你別得意，你肚子裡是我劉家的種，你不結婚，難不成還想找別人？誰還會要你這種二手貨？我呸！你要是現在給我磕頭道歉，我就考慮你進我劉家的門。”幾個女同事看不下去了：“我也是二婚，怎麼你看不起二婚？彩禮5金，我老公一點沒虧待我，哪像你還想給銅的？死老太婆，你怕是不知道現在的行情，女的活的，外面搶手的很。今天我就給嬌嬌介紹個優質男，後悔死你！”傅秀梅急了：“說什麼呢？嬌嬌可是我孫子的媽，才不會要別的男人。你們這是嫉妒，不給彩禮，不給5金，還想娶到媳婦？你可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想屁吃！”我冷哼一聲：“阿姨，我跟你可沒關係了。你說的孫子也早被我打掉了。”傅秀梅一臉煞白，直搖頭：“你怎麼敢打掉我的金孫？誰允許你這麼做的？你一定是騙我的，對不對？”女同事：“打得好，不然就要嫁到他家，永結同心。”我被同事逗笑了，我見他不信，乾脆用力捶了一下肚子。傅秀梅見狀，張牙舞爪想來打我：“我弄死你！你給我償命！你這個殺人兇手，你怎麼有臉活着？我的寶貝金孫，他還沒見到我這個奶奶！你個瘋女人！”他沒有說太多，就被同事叫着保安拉走了。同事們紛紛過來安慰我，領導也說給我放個假。本來我不想休息，可是一想到劉進和他媽做的事情，我打算給他倆點教訓。閨蜜從她醫生男朋友那兒得知江晶晶懷孕了，怪不得劉進和傅秀梅再也沒找過我，看來早為他家皇位找到了繼承人。我找人跟蹤了江晶晶，卻有意外發現，我故意來到劉進和江晶晶約會的咖啡店。江晶晶一眼看到我：“喲，這不是孫嬌嗎？怎麼打了孩子現在後悔了？可惜呀，你沒機會了。我和劉進已經在一起了。”說罷，他翻了個白眼。劉進對我一臉厭惡：“你還出現在我面前做什麼？打了我的孩子，難不成想復合？別做夢了！以前我是看在你懷孕的份上，讓你，現在沒了孩子，你覺得我還會要你？我媽說的沒錯，像你這種人根本配不上我。”江晶晶嗤笑一聲：“作為女人，我很同情你，居然把自己的籌碼全拋了出去，你可真是蠢。”劉進拉着江晶晶，打算往屋外走，和他說那麼多幹嘛？我們走。我攔住劉進：“我今天來是要回這3年送你的東西，這樣我們兩清。”劉進好笑地說：“3年裡你送我的全是高仿，能值幾個錢？倒是我在你身上可付出不少。”我列出一張清單，大到外套，小到襪子，攏共加起來有15萬。劉進笑了，戳了戳我：“你一個臭打工仔，裝什麼有錢人？你的這些破玩意能值15萬？你騙誰？”我沒說話，只是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發票，一張張給他看。23年你生日，我在萬達給你買的皮帶；22年紀念日，我送給你的限量版球鞋，還有這1點1滴，你都可以查看。劉進的笑臉僵硬了：“你哪來這麼多錢？你肯定是在騙我。”我摸了摸手指，耐心道：“我家裡是做生意的。我一畢業，家裡就安排我進了伯父家的公司，是我一再要求從小職員做起，但沒想到落在你眼裡變成了臭打工仔。你猜我
為什麼不告訴你這些？還不是怕你自尊心受挫？劉進不相信，我不信，你都是騙人的。國泰怎麼可能是你伯父開的？他突然像想到了什麼，喃喃道：國泰老闆也是姓孫，你可以隨便問一個我同事。雖然我沒有公開和伯父的關係，但這早成了同事之間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我也懶得跟他解釋，讓他趕緊把錢還我。劉進不願意給錢，開始跟我說好話，看在我們這麼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寬限我幾天，過幾天我肯定將錢補上。我冷哼一聲，有錢買鑽戒，沒空還錢，你信不信我去告你？江晶晶這才下意識捂住了無名指。傅秀梅說給我買銅的。劉進轉身就給江晶晶買了鑽戒。3年的感情敵不過一夜情，想想真是諷刺。還好我早就不在乎劉進。我和劉進說，我可以找律師，也許是怕了，他當場賺了我15萬，拿着錢我開心的走了。而更開心的事情還在後頭。閨蜜給我發了短信，讓我去趟醫院。我戴上口罩墨鏡，全副武裝，果然看到了想看的。當天我就用順豐同城快遞將我拍到的東西全部寄到了劉進家，然後我就等在他們小區樓下，用事先準備好的小號給傅秀梅發消息：我和阿偉都有孩子了，你還不給我挪位置，你可真是臭不要臉！你以為阿偉還愛你？他說看到你的那張臉就倒胃口，說你是個悍婦，而跟我在一起他才有家的感覺。透過窗戶，我看到了傅秀梅扭曲的那張臉，她不停地給劉偉打電話。很巧，劉偉回來了，他們聲音鬧得很大，不一會兒就吸引了圍觀人群。我趁機也溜到人群。劉偉，你他媽居然找女人，還把人肚子搞大了，你有沒有廉恥心？這麼多年我為了这個家付出了這麼多，我得到了什麼？你憑什麼這麼對我？傅秀梅捏着孕檢單暴跳如雷，劉偉屁也不敢放。但是還有讓他更生氣的，想必他也看到了。你個老不死的，你居然找了個73歲的，都能做你媽了，你圖啥？劉偉躲在一邊，啥也不敢說。倒是很多圍觀人群在偷着樂。傅秀梅像個潑婦一樣，劉偉找小三也很正常，不然劉偉也太窩囊，不像個男人。不過他找個老三是什麼情況？難道是缺乏母愛？傅秀梅不斷推搡着劉偉，劉偉就像個縮頭烏龜，大氣不敢出。我看差不多，就給主角發去了信息。不多久，一個白髮蒼霸的老人拄着拐杖來了。劉偉一眼就看到了來人。煙寶寶，你怎麼來了？傅秀梅見正主來了，直接上去撕扯。劉偉害怕孫燕燕受傷，很男人地擋在孫燕燕面前。傅秀梅手裡也沒留情，一記記耳光打在劉偉臉上，打得他白裡透紅。你要打就打我，不要打阿偉。傅秀梅氣了，一腳踢翻了孫燕燕。孫燕燕本來就形容枯槁，現在直接倒在地上。劉偉見自己的女人倒在地上，生氣了，直接很爺們地給了傅秀梅2拳。沒想到劉偉也是有脾氣的，你敢動煙寶寶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以為這場鬧劇快結束的時候，劉進回來了。劉進摸不着頭腦地看着3人，傅秀梅好像找到了幫手。進兒，幫我打那個賤女人，她和你爸偷情，還懷了孕。劉進看着白髮蒼蒼的老阿婆，一時不可置信。媽，你是不是糊塗了？孫燕燕雖然年紀大，但也不是好惹的，邊哭邊拉着劉偉。阿偉，我全身都像斷了骨頭，好疼。劉偉心疼壞了，上去2腳踢飛了傅秀梅。傅秀梅倒在地上繃不住了。你為了一個73歲的老女人打我，你居然打我！嗚，我看差不多了，捏着鼻子喊道：男人嘛，在外面有1-2個红顏知己很正常，
做女人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。傅秀梅氣得老臉漲紅，眾人也紛紛站在孫燕燕那邊。人家阿姨小鳥依人會疼人，秀梅你還是改改脾氣，興許能讓阿偉浪子回頭。男人嘛，就是要哄的，你老是打罵阿偉，那哪行？女人不能太強勢，你讓男人沒了面子，他就會不想回家，哪怕外面的事時，他也會嘗嘗鹹淡。傅秀梅可聽不進去，上去打孫燕燕，一拳頭落在孫燕燕臉上，假牙被打飛了出去。孫燕燕捂着嘴抽抽地哭，劉偉哪能忍，又狠狠扇了幾記傅秀梅耳光。劉靜看着親媽被打坐不住了，直接上去和劉偉扭打成一團。劉偉的衣服被撕爛了，但是他還是不服輸。最後劉偉被打得全身多處骨折，送往了醫院，而孫燕燕和她的假牙早就不知所蹤。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關注過劉家，但應該是雞飛狗跳。沒多久，劉進和傅秀梅張羅着要訂婚。訂婚當天，我穿了一件定制的小禮服到達現場。劉進看到我眼前一亮，問：嬌嬌，你怎麼來了？傅秀梅看到我一臉不屑，怕是後悔想來搶婚，可惜晚了。我本來不想說話，但是我就想膈應一下他。我是真心祝福劉進的，不像阿姨您一把年紀，叔叔還要找個老三來和你鬥智鬥勇。我嘆了口氣，真慘。我又故意左右看了看，今天叔叔沒來，不過還有孫阿姨悉心照顧着，那我就放心。然後我翻開閨蜜剛剛偷拍的視頻，遞給傅秀梅。視頻裡，孫燕燕正在給劉偉餵粥，兩人你一我一。傅秀梅氣得肺都快炸了。江晶晶見我來了，大步走了過來。幾個月不見，她早沒了之前的好身材，臉像被人打腫了，體積是原來的2倍大。反觀我身體恢復得不錯，身材還是那麼玲瓏有致。我也終於明白，剛剛為什麼劉進會用那種眼神看着我。江晶晶撒嬌道：劉進，你怎麼在這裡？人家找了你好久，我一見不到你心裡就慌慌的，生怕你被哪個賤人給勾了去。劉進的表情有些厭惡，但到底是沒說話。江晶晶講這話的時候，全程盯着我，分明是在說我。但現場的親戚大多是當時來參加過訂婚宴的，所以也都明白誰才是真正的賤人。我找了個角落坐下，畢竟等會兒還有一出好戲。江晶晶一臉得意地敬好茶後，劉進扶着她坐下。傅秀梅拔高嗓音道：我家進兒長得好，你看前女朋友到今天還不死心，偏要來看上看。可惜我們晶晶已經懷孕了，那些臭丫頭也別想勾引進兒。傅秀梅和江晶晶笑得很得意，現在有多開心，等下就會有多打臉。不一會兒，大屏幕上開始投放兩人的情侶合照，江晶晶還時不時向我投來挑釁的眼神。這家酒店的老闆和我伯父很熟，所以我很容易就能換了原先的 U 盤，這就當做我給人的訂婚禮。突然屏幕一黑，畫面上是江晶晶和一個男人來到了醫院。你還是把孩子打了吧，我根本養不起這個孩子。江晶晶不以為意，你養不起，我就馬上找個接盤俠。找誰？你那個小時候的竹馬，他人傻錢多，最好騙了。放心吧，我和他在一起也能跟你在一起，讓他養我們的兒，長大以後我再帶孩子和你相認。晶晶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男人說完，對着江晶晶吧唧一口，眾人倒吸了口涼氣。江晶晶懷的是別人的種，劉進真是慘，喜當爹。傅秀梅才慘，老公出軌，兒媳出軌，一家子出軌，真是苦命的女人。江晶晶驚恐地捂着肚子，搖着頭。劉進，聽我解釋，
聽我解釋，這上面真的不是我。劉進已經氣得雙眼充血，他一把拽住江晶晶的頭髮，江晶晶痛得大哭。劉進拽得飛快，江晶晶倒在了地上，痛苦地大叫：“劉進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！你快放了我！”傅秀梅這才反應過來，一屁股坐在江晶晶身上：“好你個賤人，懷了雜種，敢賴我兒子身上，我打死你！”傅秀梅左右開弓，打得啪啪作響，有人拉架的，有人看戲的，有人拍視頻的，現場整個亂成一團。江晶晶一直在求饒，可是沒有人理她。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，嗚！直到她身下流出血來，雪白的裙子被染得猩紅，大家這才明白出大事了。有人打了120，可傅秀梅死活不讓江晶晶上救護車。後來江晶晶流產了，由於出血過多，她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。江晶晶一氣之下將傅秀梅告了，法院判處她3年有期徒刑，還要賠償20萬。聽說傅秀梅被帶走的那天，劉偉帶着老三在家裡慶祝。我搖了搖頭，這一切真的是咎由自取。幾個月後，我和男友在一家高檔餐廳約會，不料碰到了劉進。他看起來沒了往日的風光，鬍子拉碴，眼窩深陷。嬌嬌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，說明我們緣分未盡，不如忘記過去，給彼此一個機會。我沒說話，男友瞄了一眼劉進道：“他就是永結同心那個渣男。”我點了點頭。劉進這才看到我旁邊還有個男的，面目變得猙獰起來。這麼快就找好下家了？可惜你不過是個二手貨。你是不是看上他有錢？我早知道你是一個現實的女人，還好當初沒跟你結婚。男友噌地站了起來，想發作，被我用眼神示意，才緩緩坐了下去。我活動了一下四肢，他是不是差點忘了我是學泰拳的？我上去就是2拳，把他打成了熊貓眼，又狠狠踢向他的襠部。劉進痛苦地捂住襠部：“你個賤人，你敢打我！”我還不解氣，拿了旁邊服務員端來的熱湯，直接朝他身上倒去。劉進疼得齜牙咧嘴：“你是不是瘋了？你這個惡毒的女人！你信不信我去報警？”我看了看四周：“去呀！可是誰能證明你的傷跟我有關係？”劉進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，他這才發現四下無人。很巧，這家店老闆跟我伯父是好兄弟，自然不會有人幫他。劉進只能吃了啞巴虧，落荒而逃。劉進的狼狽逃離，並沒有讓我感到絲毫的快意，反而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決定。這個曾經讓我深愛的男人，如今已經徹底成為了我生命中的過客。他的背叛、欺騙，以及他家人對我的侮辱和算計，都讓我徹底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。我轉過頭，看向身旁的男友，他的眼神中充滿了擔憂和關愛。我微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幸福。是他在我最無助的時候伸出了援手，是他讓我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愛情。嬌嬌，你沒事吧？男友輕聲問道。我搖了搖頭，深吸一口氣，說：“我沒事，只是有些事情終於放下了。”男友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給予我無言的支持。幾個月後，我和男友的婚禮如期舉行。沒有華麗的裝飾，沒有喧囂的排場，只有親朋好友的祝福和陪伴。我們選擇了簡單而溫馨的方式，開始我們新的生活。婚禮當天，我看到了劉進和傅秀梅的身影。嬌嬌，我後悔了，我真的後悔了。我們重新來過，重新來過。傅秀梅一看是我，撲通跪倒在地，對着我猛磕頭。嬌嬌，是我的錯。你和進兒才是一對兒，我該死，我該死！你不要生氣了。說着哆哆嗦嗦要來拉我手，我躲開了。
男友叫人將兩人丟了出去。婚禮進行得很順利，我和男友在親友的見證下交換了戒指和誓言。那一刻，我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滿足。我知道，我將會和眼前的這個男人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。婚後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我和男友一起努力工作，一起經營着我們的小家。我們相互支持，相互理解，共同面對生活中的每一個挑戰。而劉進和傅秀梅的生活則充滿了波折和不幸。由於傅秀梅的入獄和劉偉的背叛，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劉進雖然努力想要挽回一切，但已經為時已晚。幾年後，我和男友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那是一個可愛的女孩，她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歡樂和希望。我們看着她一天天長大，心中充滿了感激和幸福。而劉進和傅秀梅則逐漸淡出了我的生活，他們成為了我的過去式，而我則繼續向前看，追求着屬於自己的幸福。人生就是這樣，充滿了變數和未知。我們無法預知未來會發生什麼，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現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